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北京又出大事儿了。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敏感时刻，中共的元老朱镕基突然发声了。97岁高龄的他，罕见地透过清华经管学院捎信儿，给一群美国企业巨头，包括苹果 CEO 库克、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宏、盈科李泽楷、马赛蒂董事长康林松，一句保持笑脸成了全场的焦点。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王岐山与何立峰也同时露面了。王岐山在北京宴请清华经管部问委员成员，何立峰则在钓鱼台会见媒体代表。外界解读，这是中共金融老班底罕见的联手发出的外交讯号。朱镕基在97岁出面，王岐山再度现身，何立峰亲自接待。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就不再只是校园活动，而是中美关系暗流汹涌的警示灯。他们共同释放的是对习近平反美强硬路线的降温与修补。这位曾以笑脸外交让中国进入 WTO 的老总理，似乎在暗示别再封门了，这样走下去，中美都要受伤。但就在这场微笑攻防的同时，北京内部却在剧烈震荡。史上最大规模的四中全会人事地震正在发生，军中、政坛、金融系统多线重组。何卫东落马后，军委副主席悬位，张升民、刘振立传出接班，多名省部级高官被查被撤，整个的中南海的权力版图正在被重新洗牌。而北京的紧张气氛也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点。从10月20号开始，全市重点高校接到指令，全天候值班，严防异动，甚至会后1周都不准松懈。这样的风控级别在近20年中从未出现过。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朱镕基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出面？王岐山、何立峰联手现身，又在对谁示意？而这场四中全会的背后，看不见的军政大换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10月21号的消息，该院顾问委员会2025年会议10月17号举行，有23位委员参会，包括耐克集团总裁贺彦峰、马赛蒂集团董事会主席康林松、盈科拓展集团创办人李泽楷、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马化腾等。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委托清华校长李路明转达对顾问委员的问候。今年97岁的朱镕基是清华经营学院顾问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近年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共活动是2018年10月，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之后连续缺席了中共的重要活动。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王岐山在10月16号晚间会见并宴请了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央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共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中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郭树清等人。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2000年成立，由苹果公司 CEO 库克担任主席。10月16号，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经管学院顾委会委员代表。目前，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刻。按照《华尔街日报》10月22号的报道，中美贸易战属于中场暂停，距离结束还有很长的路。朱镕基作为中共前总理，非常明白中国经济非常依赖美国，如果不能讨得美国的认可，中共加入 WTO 就会泡汤。他尽量施展个人魅力，铭记时刻保持笑脸的忠告。朱镕基的笑脸成了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通行证，赢得了美国的好感。可以说，加入 WTO 等于让中共搭上了世界经济运行的快车，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发展，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打下了物质基础，也为今天中美贸易战埋下了伏笔。朱镕基在中美贸易战中场暂停之际，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捎口信，释放的信息很明确，
与美国关系搞僵是不理智的。不过，《华尔街日报》似乎释放了相反的信息，中美贸易战还没有走到终局，因为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即将开启。周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将在马来西亚会晤，目的就是引导中美关系脱离险境。上周五，也就是10月18号，贝森特和何立峰进行了一次会前通话。会谈纪要毫无新意，双方都称对话是坦诚和建设性的。贝森特本人则表现出谨慎的乐观。他说：“我认为事态已经降级。”但在外交局势缓和之前，中美双方旧戏重演，再一次陷入紧张对峙。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中共对关键稀土元素的最新管制举措而大为光火，一度威胁要取消即将在韩国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不仅如此，他还宣布从11月1号起对中国商品增收100%的惩罚性进口附加税。中美两国的竞争日趋激烈，涵盖贸易、技术和全球影响力等多个维度。这种局面表明，双方之间存在着各种压力点。美国指责中共的经济行为不公平，并试图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和人工智慧 AI 等先进技术的渠道，而中共则指责美国试图遏制其崛起。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一位年轻的女孩旅途中因为天气干燥，手指出现了不少肉刺，拔掉后就在流血，一般需要好几天恢复。吃了2支红海参凝胶之后，2天就好转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加10%的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的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英媒《经济学人》10月20号报道，川普阵营内部也有亲中派存在，他们常常是科技业高层，例如英伟达 CEO 黄仁勋就是其中之一。今年，黄仁勋已多次与川普会面，并陪同出访。他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自1月以来至少3次访华，并与包括何立峰在内的官员会晤。黄仁勋对川普的游说，在今年夏天似乎收到了成效。川普解除了一部分英伟达 AI 晶片对华销售的限制，但中共对白宫官员暗示，他们对黄仁勋希望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的说法感到震惊。9月，中共禁止大型科技公司采购英伟达 AI 晶圆。黄仁勋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被贴上中国问题强硬派这一标签是耻辱标签。此言引发川普支持者的强烈反弹。川普的前顾问班农就认为，黄仁勋应该被关进监狱。在中共4中全会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中美关系的演进似乎很说明问题。在中共的内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习近平那样铁了心一味反美，因为中共与美国叫板，最终受伤的是中国经济。也就是说，美国的强大是中共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中共元老朱镕基不想他自己的微笑通行证毁在习近平之手。他在97岁的耄耋之年，还在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捎口信问候，就是想让库克这一类美国企业高管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
中共四中全会与往常相比增加了一天。中共官媒报道的焦点似乎是“1555”规划，但外界关注的重点依旧是人事变动。路透社报道，中共高层从政坛到军界将迎来最大换血潮。报道称，按照惯例，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总共30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至少有11人需要替换。这可能成为自2017年举行的18届七中全会以来，单次会议上人员更替最多的一次。当时也有11名成员被开除。先看看军中人事如何变动。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落马之后，他留下的空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专门研究共军的学者席恩认为，按照中共党内传统，中共可以从其他中央军委委员中选人提拔，比如刘振立或张生民，这样会在中共中央军委中产生另一个空缺。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会宣布填补这个空缺的人选，很可能由战区司令级别的高官担任。他还说，当然也有另外的选择，可以把一名战区司令级别的军官坐直升机提拔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这样做太有讽刺意味了，因为何卫东就是这样被习近平提拔为中共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在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之前，曾任东部战区司令员。如果有人被提拔担任他原来的中央军委职位，此人有可能也会接替他在政治局中的席位。除了10月18号被宣布开除党籍的军中高层人物之外，被罢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长时间失踪，并已经传出被查的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海军司令员胡忠明、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陆军司令李乔明、信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中部战区司令王强、政委徐德清等10几名共军官员，已数月未公开露面，他们可能也在接受调查，不排除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被确认失去中央委员资格。据传，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也同样处境不妙。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研究项目助理教授夏尔认为，中共对这些次级军队高官的清洗及其调查结果可能会在稍后公布，因为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在上周五10月18号公开了。他说，如果在全会期间公布更多此类的信息，将会分散全会的注意力，并进一步打击共军的士气。中共政界也面临大换血，前中共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中共前山西省省长金湘军和中共前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他们的中共中央委员位置几乎可以确定将被替换。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共官员，他们也留下了职位空缺，例如原中共广西主席蓝天利、原中共内蒙古主席王丽霞和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易会满。如果中共对他们的调查结束的话，四中全会可能将会公布对他们开除党籍的决定。另外，还有一些中共官员前途未卜，例如曾任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的金壮龙，自去年12月以来未公开露面，今年2月被免职，但尚未公布是否接受调查。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的命运也颇受关注。今年8月，多家媒体报道，刘建超在7月底出访，返京后被带走问话，疑似涉嫌腐败调查。9月30号，中联部官网更新领导信息，刘建超不再担任部长职务，由刘海星接任。由于调查、人事调整和退休等原因，今年已有至少11位省部级领导被新任命。外界对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李强、蔡奇、王沪宁、李希，政治局委员中的马兴瑞、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陈敏尔，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这些被看作习近平跟班的人马的去向也十分关注。蔡奇最近陷入的风暴很多，例如于朦胧案、英国间谍案和私生子陈志太子集团电信诈骗案。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今年7月被免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职务，官方称其另有任用。
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已被调任新职。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9月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举行11招待会上。据中共官方统计，自1992年以来，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任期期内，平均有 4.75 位中央候补委员或增补，约占4届中央候补委员平均人数的 3.1%。但此次四中全会显然超出了这个平均值。中共如此罕见的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可能是为了遴选下一代中共潜在领导班子做准备，以便他们在2027年中共21大或之前的中共领导层换届中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这次中共四中全会涉及到中共高层的人事更换，所以中共格外小心戒备。北京除了军队入京压阵、收紧网络、加强控制之外，近日还有消息传出，北京重点高校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从10月20号到29号期间，包括周末，必须有专人值班。这种戒备居然延长到会后近1周时间，这在近20年来中共全会召开之际是非常罕见的，大概是防范中共党内的变动会引起民间的震荡，尤其是要监控学生的反应。朱镕基的笑脸外交能否再次救中共经济？王岐山与何立峰的同场是否代表技术官僚派的回归？而四中全会这场史上最大的人事地震，又会不会是习近平权力重排的前奏？真相才刚刚开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